我们都知道，中国电动车有很多很奇妙的传说，对他们来讲，我要去模仿，我要去学习，我要去超越你。你看到这是2018年一个汽车品牌叫 Range Rover， 它挑战了天梯成功，一路开上去，帅翻天了。结果奇瑞说：“哼，我中国电动车我也可以。”我真的可以吗？但是很可惜的哈，中国花了7年呢，还是看不到 Range Rover 的车尾灯。因为呢 ，Range Rover 它是在2018年的时候用它的一台叫 Sports， 等于说一路在这个天梯上呢，就不断的往上爬，不断的往上爬。所以你仔细看哦，那个画面非常的精彩。沿路哦，漫漫长路，而且坡度，坦白讲，感觉30到45度，结果没想到一路上去。那你现在看到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奇瑞，也就是它要东施效颦。你也看到，很像是老人家哦，或者是婴儿牙牙学步，感觉每往上一爬，举步维艰，还会突然间走一走再倒退，走一走再倒退，因为这个天梯999阶，就奇瑞说我要挑战 Range Rover 的记录，我也要干这件事情。倒退路了啦！没有关系，这个叫做失败，只是一种挫折的过程而已，好不好？来。他说：“奇瑞风云 X3L 商家界天门天梯，结果呢，爬到一半之后呢，冲啊冲啊，对不对？开始了现场惊声连连啊！现场就开始尖叫，而且吓坏了，想说你在搞什么？而且你知道，他开的路上那个是古迹耶，他开的古迹耶，你不要闹，就这样，那个护栏就被他撞爆了，他就把古迹一直撞，再撞，而且完全停不下来，因为。”进步路退步步，你后面也没有平地可以停车啊！你直接卡到一半，然后他就开始一直，然后的问题是什么？其实这个东西哦，通常是给游客去的，它属于中国国家人民的。结果没人想到他们就很不爽，说啊游客不能来，啊凭什么给他这边作秀，对不对？结果你看哦，这就是奇瑞集团的吕学用，他还讲说，我们的 X3L 筹备挑战张家界999道天梯。这将是中国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，豪华品牌路虎挑战过，我们充满信心。然后下一秒就看到就是那个我还想是什么大型车祸现场，然后全部叫成一团，然后整台车就滑下来。但是呢，这台价格哦，确实名副其实，人家的 Range Rover 动辄要100万，他这一台台币50万而已。但是看到这个，你还会想买吗？结果你知道出了事情之后，完蛋，因为连官方都炸锅。真的假的？对，所以奇瑞赶紧道歉说，经初步查核，事故的直接原因，测试装置的安全防护绳固定泄漏意外说，你买公他贼啦，我帮你讲简单2个字就好了，暖车。我讲完了，就烂车暖车啊，就车有够暖，暖到袂使啊，所以他就整个这样烂惨了吧？但是你以为是他第一次吗？不知道，第2次他要跟国父革命一样，要来个11次哦。9月12号的时候呢，他才特别要挑战过一次，对，也一样是要爬坡。然后这个驾驶出发前说：“加油，厉害了，一定行，中国强，奇瑞强。”哦，那上去的时候然后就没多久之后他就开始卡住，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，画面就瞬间到这边哦，然后没多久之后就切掉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说啊天雨路滑，我心想说。你在开我什么玩笑？李学用就是他们这个执行副总，还到处去问人家说：“宁街的可以上去吗？宁街的可以上去吗？”去问一堆民众，然后最后有一个民众说了大实话，他说：“啊，下雨天我这里有点咸啊。”果然就后来呢就没上去。所以你看啊，他本来还在那边 po 文啊，说什么他们这是他的硬核实力啊，一级棒，然后就这样写的，对不对？结果后来失败之后，他就开始在那边找理由，怪马桶歪，说啊这个坡度20多度到45度的坡啊，我们顶峰见啊，到最后呢还是落惨。但你知道吗？连官方都关注这件事情，也就是说中国的官方都来示警说，你奇瑞汽车不能再做这种危险的操作。对，连他们的一般民众都在骂说，你好好把车子研发就好了。你搞这什么乱七八糟、花里胡哨的这种乱测试，来，就它的骨架跟它的汽车一样，爬不起来了。就跌了之后呢，想要爬起来，然后又跌下来。你刚刚讲了，今天是北京日报官媒直接来点名你哦。对，你不要那么开玩笑的。你要从台阶上溜下，撞坏了景区护栏。但是奇瑞在中国烂得出名啊！大家有没有看过之前有那种车的前引擎盖长泡泡的画面？有，就奇瑞汽车。来，你看，恶心死哦！看到这我都不舒服了。上次也是我讲的，你看它就是因为太阳直射之后，它那个漆太烂。跟它的那个钣金我甚至怀疑那是不是钣金脱离了，等于是呢，它开始空气在里面一直膨胀，就有点像长肿瘤这样。但我讲这个还算是没那么恶的，来，这个更夸张，有一台2022年的奇瑞，来，你看车子这样开进来，他说他要修理它的下面，来，你看这是什么状况？
这刚刚脆狗狗呢，刚刚混呢，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点点生锈，就一敲之后，知道吧？整台全部都粉碎，你有没有看到？它的钣金也太脆了吧！我想那个用拳头打下去哦，都裂的，连马保国都打得穿它，真的马保国都打得穿它，然后就开始整个疯狂掉落。但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老外更受不了，他们跟伊朗有合资生产另外一台汽车，然后那个经销商拿到车子都整个翻脸，因为他发现这台车，你看徒手拆车，来先把它手把拆下来，再把门的旁边的塑胶也拆下来，然后发现只有一个跟那种怎么讲薄如蝉翼的壳，来看哦。薄如蝉翼的壳，用手也可以把它搬下来。然后呢，引擎盖里面的东西随，你看摔多大力，前方面仪表板随便拔，什么都可以拔。我想说，你这是乐高玩具吧？中国也太坏了，中国把车子输到伊朗去，就伊朗说你卖给我什么烂东西，而且我拆车了。我想，你看他从外面摇，我看到那个画面超可怕的。我现在终于懂说为什么每次中国电动车一撞之后车子就会不见了啊！我还想说是被小叮当接走还是什么？是因为撞了之后它就整台粉碎，因为他如果用手哈。都可以把整台车这样推，然后整台车这边晃摇，你不如去买一些什么电动玩具车啦，还是乐高积木，搞不好那个安全系数都还比这个破绽来的高。那你想想看，拿这些烂东西之后，你要这个伊朗人怎么把它卖得下去？玉凤，我们昨天才特别提到，为什么中国的公共工程它会这么的烂，就是什么贪官非常多，就全部贪走你公共工程，难怪烂。但大家想问，你钱到底去哪去了？除了陈志把钱洗走，12支枪帮你把钱洗走。我的天哪！最近中国的贪官竟然在玩什么东西？我的贪钱就是买鸽子，心想买鸽子干嘛？结果你说这鸽子可贵的嘞。对，你现在看到了这个鸽子呢，跟一般的家鸽其实外表差不多，但是它会翻滚，它会翻腾，它叫翻鸽。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在新疆的一个案子里面的话，有一个清河县的一个贪官，他被抓到了，他竟然这几年下来竟然贪了1000多万元，而判决书放到网络上面之后呢，大家都炸锅了。以前大家都专注在哪里？你贪房子、贪车子、贪情妇。对。结果呢，他在里面哦，你看嘛，有一个董事长想要去来打通关节，竟然送他什么？宋雨荨价值18万元翻鸽一只。什么叫做翻鸽？网友第一个不懂了，难道它是一个什么厉害的鸽子吗？第二个，不管你再怎么样厉害的鸽子，你在路上也遇到鸽子吧？国父纪念馆一堆鸽子吧？对，鸽子怎么一只会有18万元啊？台币78万哦。对，后来大家在查下去之后呢，原来这个贪官不止这一只18万元的翻鸽，他有好多翻鸽哦，而且他一开始他只要1只而已哦。2023年要了3只，然后2028年发现这个不错了。22年要了8只，然后呢，23年的时候又暴增到56只，2024年又要了多少？28只啊！所以呢，大家为了想要去打通这个鸽子米的这个局长的话，你要干嘛？有人2个月内就送了他48只的翻鸽，而这翻鸽为什么会这么贵？其实跟新疆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翻鸽又叫翻筋斗鸽，然后呢，有人简称叫筋斗鸽。它翻上去之后，飞上去之后呢，它就会进行像是我们战斗机的那种特别的操练，对，它会开始快速的旋转，然后呢，好像快要坠落地面的时候呢，比较高架的，它会再拉起来，重新再飞一次。你仔细看哦。如果是厉害的翻鸽它可以成群结队，甚至它可以分列式，就跟你看到鸽子还有分列式，对，你就看到我们的国庆阅兵，有些时候我们的战斗机在分列式一样，它是可以做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对，而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竟然实现了经济上面的一个扩大需求啊，很多的贪官需要。很多的人看到贪官喜欢，很能翻呢，对他们也要就把这个翻鸽的价钱一直炒上去。可是呢，要讲一个很难过的事情。其实这会这样子翻滚，应该是它基因上的缺陷。对，有人把这个鸽子跟一般的家鸽，其实它长得几乎一模一样，拿出来研究交配。可是呢，它跟一般的家鸽研究交配完之后呢，它的后代就不能翻了。可是呢，你再把它从另外一个翻鸽的后代交配之后呢，它又能翻了，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这是一个基因缺陷呐。它有一个隐性的基因，就是我们以前讲的大R小R。如果当2个小R合在一起的时候呢？它的翻滚又会跑出来，而人类呢，因为它会翻，我们竟然就把这价钱给炒高了。而炒高之后呢，它竟然变成新疆的阿瓦提县财富自由的关键啊！对，因为他们那个地方刚好有很多翻鸽的爸爸跟妈妈，他们把它配种之后，生出来的小翻鸽一生出来就已经被人家点名了，而点名了一只要多少钱
5000块对， ，5000块哎，一只要5000块哎。如果你是有血统的，你可以像这样子快速的翻滚，然后最后还可以拉直之后，而且你看重新的。到哦，连它的颜色哦，它的颜色跟它的翻的跟它的大小价格都不一样的。其实这个翻哥他现在走什么的路？走比利时赛鸽的路。当你的飞行的动作跟你翻滚的动作越来越漂亮之后呢，你就有一个血统的一个证明。所以呢，你看哦，在他们的村子上面就直接写了哦，小小翻哥推动大产值。宏观取材，厘清真相，犀利精准，深入剖析，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，不漏接。老时段，新气象，我是钟浩和，关键时刻2.0全新出击。